怎么会找不到？敬茶马上就要开始了，那只传家玉镯到底放哪儿了？刚才明明就放在桌上的，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计时快到了，这可怎么办？玉镯在我这里，我就说你们肯定找不到吧。嫂子，我现在就把玉镯摘给你，保证不耽误你们敬茶。你的意思是让我在我的婚礼上戴你戴过的传家玉镯？嫂子，我只是看它好看，试戴一下而已，你干嘛这么凶啊？大喜的日子，你觉得这合适吗？不就是一只镯子吗？有必要闹成这样吗？我让人重新拿一只过来不就行了吗？不用了，婚礼取消吧。顾宁，你疯了吗？就因为一只镯子，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至于。裴泽川，你说这话亏不亏心？那是你们裴家的传家玉镯，是敬茶时给新娘戴的东西。江小柔算什么？她凭什么先戴？晴晴姐，你别这么凶，我就是觉得藏东西好玩才戴在手上的，我又不知道这个镯子意义这么重。你不知道？你昨天在群里问了3遍，敬茶玉镯是不是裴家只给儿媳妇戴？怎么，今天脑子丢酒店门口了？够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非要闹得这么难看？是我闹。去楼下问酒店有没有备用首饰盒，先把仪式走完。备用首饰盒？裴泽川，你结婚还是赶场子？新娘不愿意，你听不见？顾宁，你到底想怎么样？小柔从小跟我长大，性子单纯，她又不是故意害你。泽川哥，算了，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来的。嫂子不喜欢我，我现在走。不会摘不下来吧？别乱动，碎了怎么办？他第一反应不是怕他手疼，而是怕镯子碎，真荒唐。怎么回事？外面亲戚都等着，里面吵什么？阿姨，对不起，我只是帮忙藏镯子，嫂子就说要取消婚礼。宁宁，大喜的日子说取消就取消，不吉利呀。那他带着裴家给儿媳妇的镯子就吉利？妈，小柔不是有心。他不是有心的，难道是手腕自己钻进镯子里的？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我没有顾小姐家世好，也不懂这些规矩，我只是想参与一下泽川哥的婚礼。你听见了吗？他说的是参与你的婚礼，不是我们的婚礼。顾宁，你非要抠字眉吗？这婚我不结了。宁，你别冲动，宾客都到了，酒店也订了，礼金也收了，你现在走，裴家的脸往哪放？裴家的脸，刚才不是戴在江小璐手上吗？顾宁，你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就别后悔。后悔的人不会是我。泽川哥，好疼，镯子好像卡住了。宁宁，走。顾宁，你别忘了，你爸的厂子还在等裴家的合同。今天婚礼照常，你闹这一场，我可以当没发生。裴泽川，你拿他爸威胁他，你算什么男人？我是在提醒他，成年人做事要想后果。你再说一遍。嫂子，锦城这批货确实急，顾叔叔那边也催了很久。你和泽川吵架，别牵扯长辈，伤了和气。你们一个个都知道。泽川哥，算了吧，嫂子可能就是一时生气，合同的事以后再说，别吓她。他说的温柔，可每一个字都在提醒我爸的命脉在他们手上。你爸为了这个合同跑了多少趟？别因为一点小事毁了两家的交情。原来他们不是不知道江小柔过分，他们只是觉得我不敢走。把头纱戴上出去敬茶，等婚礼结束，我让小柔给你道歉。让他道歉，还是让我给他台阶？顾宁，别逼我在今天跟你翻脸。那就翻。宁宁，敬茶开始了吗？爸爸马上到宴会厅。爸，裴家的合同不要了。怎么了？婚礼取消了。你在哪儿？化妆间。等爸。顾宁，你疯了！你爸那个厂子撑不了多久，你还敢替他做决定？钱阿姨，你是不是忘了合同还没签，
没签的东西怎么就成裴家施舍给顾家的恩情了？你真要为了这点小事毁掉3年的感情？3年感情毁在谁手里，你心里清楚。谁欺负我女儿了？亲家孩子闹脾气呢，您快劝劝，这外边宾客都坐满了，婚礼不能说停就停啊！宁宁，你说。顾叔叔，今天是小柔不懂事拿错了玉镯，宁宁反应太大了，非要取消婚礼。叔叔，我真不是故意的。你怎么处理？婚礼继续，小柔道歉。至于顾家的合同，我也会照旧安排，绝不让顾叔叔为难。哼，你安排？顾叔叔，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意思是，我女儿不嫁了，合同也不用你安排了。老顾，你别跟着孩子胡闹！你的厂子不是还等着这笔资金周转吗？你不要命了？我厂子再难也不卖女儿。顾叔叔，您最好清楚，锦城这边除了我们裴家，没人能一次吃下你们那批货。断了这笔钱，您的厂子撑不过下个月。那就不卖给锦城。您说的轻巧。回家。嫂子，镯子还没摘下来呢，你就这么走吗？你喜欢戴就戴着。那是裴家的东西，怎么能随便给人？是啊，裴家的东西，让裴家自己处理。新郎新娘准备好了吗？吉时快到了，请大家掌声顾宁，期待。你现在回头，我还能给你留体面。出了这扇门，你什么都不是。体面这种东西，我自己有。别接，让他跟他的好青梅办婚礼去吧。想接就接，不想接就拉黑，爸不替你做主。顾宁，宾客都在问，你别把事情做绝。早该这样，江小柔那点心思，瞎子都看得出来，就裴泽川装看不见。宁宁，真想好了？想好了，那就行。厂子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大不了把老房子卖了，先给工人发工资。爸，别卖房。你妈留下的房子我也舍不得，可人不能被一纸合同按着头做人。顾叔叔，裴家真卡着你们厂子？他们说要订一批礼盒包装，数量大，价钱也合适。我们前期垫了不少材料钱，就等着签正式合同。合同文本在你那儿吗？在。回去给我看一眼。你看那个做什么？看看有没有坑。叔叔你放心，宁宁看合同可厉害了，上次我们工作室差点被坑，就是她一眼挑出来的。你们年轻人懂得多。我来。裴家老爷子，开免提吧。老顾，孩子们闹脾气，你们大人不能跟着闹。婚礼现场乱成这样，裴家的脸丢不起。我顾家的脸也不是让人踩的。泽川说，宁宁因为一只镯子不肯进门。老爷子，您孙子没告诉您，那镯子被江小柔戴手上摘不下来吗？谁在说话？我朋友，他说的是事实。宁宁，你真要取消婚礼？是。你想清楚，婚姻不是儿戏，裴秦两家的合作也不是儿戏。所以我不会拿自己一辈子给合作陪葬。你爸那个厂子这个月月底要给工人发工资吧？不用您操心。老顾，你硬气没用，你女儿年轻，受点委屈就掀桌子，你当爸的也跟着不懂事。裴爷爷，您要是打电话来劝和就不用说了，要是打电话来威胁，你听见了。宁，你以前不是这样。以前我准备嫁给裴泽川，所以给裴家留面子。那现在呢？现在不留了。爽！顾总，您快来厂里一趟，仓库门口来了几辆车，供应商老胡带人要把材料全拉走。材料钱不是付了定金吗？他拉什么货？他们说裴家不要货了，后续尾款没着落，宁愿赔定金也不供了。我也去。你今天够累了，在家歇着，爸去处理。爸，他们是冲我来的。我开车走。老胡，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你给我3天时间。顾老板，不是我不讲情面，裴家放话了，谁给你供货，以后别想接他们的单子。我是小本生意，得吃饭啊。
3天？顾老板，我今天不拉走，明天我自己的厂就得停。合同上写的是尾款交货后7天内结清，你现在拉走就是违约。你就是今天跑婚的那个新娘？老虎，说事儿就说事儿，别扯别的。顾小姐，你跟裴少少吵架，别连累我们这些小老板。是谁给你打的电话？不敢说，那我替你说，裴泽川干的吧？我只是现实，货我今天必须拉走。都愣着干什么？上车，拉货！谁敢动？顾小姐，你别逼我叫人。叫。真是阴魂不散。嫂子，我就是担心事情闹大，想来劝劝你。镯子摘下来了，砸碎了。不是小柔的错，医生说再不砸，她手腕会肿得更厉害。裴家传家玉镯让他戴碎了，你们不怪他，反倒怪宁宁不结婚，真是一对奇葩。我会赔的。顾宁，闹够了。这是你叫来的供应商，我只是让你明白，任性要付出代价。裴泽川，你欺人太甚！顾叔叔，我不想把事做绝，只要宁宁现在回酒店向我妈和小叔道个歉，婚礼可以改晚宴继续吧。你让我给江小茹道歉。泽川哥，我不要嫂子道歉，只要她别再生气就好。她今天让你受了这么大委屈，道歉是应该的。我撕了你这个绿茶！如果我不道呢？那这批材料今天留不住。泽川，宁宁跟了你3年，你就这么对她？顾叔叔，我给过她机会。确定，现在启用备选方案。你给谁打电话？一个能让材料留下的人。嫂子，别赌气了，泽川哥不是故意逼你，他只是太在乎婚礼了。你再喊我一声嫂子，我就把你怎么在婚礼前夜给我发照片的事，当着所有人说出来。什么照片？没有，嫂子误会了。泽川哥说今天先陪我过生日，明天再去娶你。小柔，你发过这个？我只是开玩笑，我没想嫂子会当真。你拿别人婚礼开玩笑，真有教育。够了！顾宁，你现在把这些拿出来，是想让我难堪？难堪的是你，还是你护着的人？顾小姐，您要的材料我们送到了，价钱按之前谈好的走，先供货，尾款不急。你们怎么敢接这单？做生意怕东怕西，还不如回家种菜。谁让你们来的？顾小姐边，里面。你早就准备了后手，被你们裴家逼出来的。嫂子，你既然有办法，为什么刚才还要让泽川哥着急？你听听，这叫什么话？你们来砸人家饭碗，还怪人家没提前跪着解释自己能活？顾宁，今天过后，你再想回头，就没那么容易了。我不回头。裴家取消婚礼的消息比我回家还快。他们这是倒打一耙。宁宁，你看看这群里都说些什么？我们裴家一直把宁宁当亲女儿，是她自己太冲动。小柔只是个孩子，帮忙藏镯子出了意外，她就闹到取消婚礼。宁宁，你把片发出去，把江小柔的消息发出去。发出去能解释一部分，但裴家人多嘴多，肯定还会说宁宁心胸小。那就让他们这么泼脏水。先不发。为什么？现在发，大家只会看热闹。等他们把话说满，才好让他们自己收不回来。你是不是留了别的东西？你来干什么？顾叔叔，我想跟宁宁单独谈谈。谈什么？谈怎么让他道歉，还是谈怎么继续拿厂子威胁？顾宁，我们3年的感情，你就准备让方晴替你说完？去楼下，我陪你。不用。你今天没怎么吃东西，我让厨房做了粥。
网上的事我会处理。怎么处理？让你妈再录个视频，说我虽然任性，但裴家大度。我妈年纪大了，今天受了刺激，说话有点过。江小柔呢？她手腕受伤，情绪不稳定。所以全世界都情有可原，只有我不懂事。宁宁，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我有不对，我不该拿合同吓你。只是吓。婚礼可以先不办，我们冷静，等你气消了，我再上门赔礼。裴泽川，你到现在还觉得我只是生气？难道不是吗？宁宁，别闹了。小柔从小没有安全感，她爸妈离婚后一直住在我家，我照顾她习惯了。那你娶她？你能不能别说气话？我爱的人是你啊！你爱我，所以他发照片挑衅我，你说他开玩笑；他戴了传家镯，你说他单纯；他碎了镯子，你说他手疼。我取消婚礼，你拿我爸的场子威胁我。我当时急了。你急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伤我。姑娘，你非要把我说的这么不堪？我只把你做过的事说出来。泽川哥，我就知道你在这里。你怎么下来了？医生不是让你休息？嫂子，我来跟你道歉。都是我的错，你别怪泽川哥。你道歉还挺会挑衣服。顾宁，我不知道这是泽川哥的，我冷，他才给我的。嫂子要是不高兴，我还给你。还给谁？那是男人的外套，不是您的垃圾。方晴，你说话放干净点儿。我说话脏，你们做事干净。泽川哥，我伤口好疼。裴泽川，把你周带走。以后别来我家。姑娘，你今天定要这样？是。嫂子，你别逼泽川哥了。裴姨爷说了，如果你明天不去裴家解释，他会亲自去找顾叔叔谈场子的事儿。解释什么？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嫂子你别误会，我就是一时快。少装，说都说了还往回咽。你当大家都傻子？裴宏之要我爸解释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爷爷怀疑顾叔叔当初拿到裴家蛋是托了不该托的关系。什么不该托的关系？裴泽川，你把话说清楚。顾叔叔，爷爷只是听到一些传言，还没有定论。什么传言？有人说顾叔叔为了拿订单，给裴家采购那边送了东西。谁说的？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别人是谁？你今天不说清楚，我就报警说你造谣。方晴，你别动不动就报警。小柔只是复述别人的话，你也信？好，很好。爸，回去。顾宁，明天来裴家一趟，把话说清楚，对你爸有好处。裴泽川，你们最好也把话准备清楚。嫂子，你别用这种语气吓人，假的真不了，真的也假不了。这句话送给你。顾老板欠钱不还，今天谁也别想开工。我什么时候欠你们钱不还了？尾款、运输费、损耗费加起来28万，今天不给钱，我们就在这儿扎根了。顾老板，别装了，你女儿昨天在婚礼上撒泼，把裴家得罪的透透的，你们厂子马上就没订单了，这钱我不找你要找谁？看出来没？这就是故意来逼你的。嫂子，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看看你怎么装路人。我只是刚好路过，看到这边挺热闹的。路过？锦城这么大，你偏偏路过到我爸厂门口。嫂子，你总是把我想的那么坏，我也没办法。那是什么？我的私人物品。泽川哥！顾宁，你又想干什么？你来的还挺快，货架挺及时啊。小柔身体不舒服，我送她去医院。哟，你们裴家的人路过的可真精准，跟长了狗鼻子似的，哪有事儿往哪儿凑。顾宁，让你爸先把钱还了，别让事情太难的看。你看过那份清单吗？看没看过不重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里有一半是假账，顾老板，你说假账就假账，白纸黑字的合同都在这儿。
这不是我签的字。不是你签的，难道是鬼签的？大家伙评理啊！看着挺老实个人，欠钱不认账，女儿婚礼上闹事儿，老子厂里赖账，这一家子绝了。行，这几份复印件我拿走，找机构做笔迹鉴定。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凭你拿假东西讹人，再动一下手试试。够了！你还敢说这不是你安排的？我只是让他们依法讨债。伪造签银也叫依法？嫂子，你别什么事都怪泽川哥。况且你们家厂子本来就有问题，别人讨血汗钱也不行吗？宁宁，顾总，我找到了。上个月老胡送来的结算单，我们都有盖章存档，跟他手里拿的那份根本不一样。大家看清楚了，2份结算单，数字差了整整11万。那是你们自己偷偷改的。放你娘的屁！老娘会计20年，你敢往我头上泼脏水？既然各执一词，那就报警，谁作假的谁进去。大家都看明白了吧？这帮人拿假账堵门讹钱，裴家大少爷还给他们主持公道呢。顾宁，你非要把事情闹到这一步，弄得大家都不好过。你们逼我爸到厂门口敲诈时，问过自己吗？江小姐，别急着走啊，你腿上那个文件袋，一会儿也顺便给警察看看。裴家老宅的电话是在当天中午打来的。他们当自己是谁？想赌场就赌场，想请人就请人。去不去？去。宁宁，他们肯定没安好心。正因为没安好心，才要去看看他们还准备了什么。老顾，今天的事我听说了，供应商那边做的不妥，我会让人处理。不是不妥，是造假。你一定要咬字眼儿，字眼咬清楚，才不会被人冤枉。宁宁，你昨天闹婚，今天又报警，裴家的脸已经被你丢尽了。老爷子愿意坐下来谈，是给你台阶，台阶从山顶滚下来那种，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顾宁，泽川说他愿意继续娶你。哦，只要你在亲友群里发声明，说昨天取消婚礼是你情绪失控，跟小柔无关，我可以不追究你报警的事。你追究什么？你让小柔被带去问话，她受了惊吓。泽川哥，别说了，我没关系的。警察问你什么了？只是问我为什么在厂门口。那你怎么答的？路过。她一个小姑娘，吓坏了，记不清也正常。小姑娘今年24了吧？顾宁，我让你来不是听你吵架。那您想听什么？我可以让裴家继续跟顾家合作，也可以拟一个体面的婚礼，但江小妹这件事到此为止。老爷子，您这不是谈，是压。老顾，你女儿年轻气盛，你也跟着糊涂。你厂里100多号工人等着吃饭。叔叔，您喝口茶查消气。泽川哥真的很在乎嫂子，他昨晚一夜没睡。小柔，你手还伤着，别忙了。都是我不好，我该给叔叔赔罪。爸，江小柔，你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手疼没拿稳。烫到没有？你看不见我爸被烫了？家里有药。去拿药。小柔手伤了，本来就拿不稳。老顾，你一个长辈，别跟孩子计较。我不计较。爸，你不计较，我计较。嫂子，我真的不是故意的。顾宁，你疯了！我也手抖。抖得好，这叫礼尚往代。
宁左，咱们和他们有什么区别？你在裴家还敢撒野，反了你了！我爸在裴家被烫，你们让我别计较。江小柔嫌面点水，你们就说我撒野。我今天算是见识。顾宁，你今天走出这个门，裴家不会再给顾家任何机会。那就不用给了。嫂子，你别冲动。你爸厂里那批货除了裴家，真没人要。你为了争一口气，让那么多工人失业，值得吗？这话是谁教你的？他说的是事实。你们都觉得我爸的厂子离了裴家就活不了，不然呢？一个小破厂子而已，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顾小姐，西港那边回复了，样品通过，他们愿意先签3个月试单。你是谁？顾小姐的朋友，数量不大，但足够顾叔叔厂里撑过这个月。对方特意强调，只认顾小姐修改过的包装方案。包装方案？顾宁，你什么时候接触的西港？在裴家忙着威胁我的时候，西港的试单救了急，却也把裴家惹恼了。这帮人太不脸了，他们居然剪视频！你看看这评论区骂的多难听，什么这种女人谁娶谁倒霉，裴家真村要做倒霉，裴家真惨遇到疯子，全在心疼那个绿茶。宁宁，不能任由他们这么泼脏水，赶紧把完整监控发出去澄清啊！那是裴家老宅的监控，你觉得他们会给吗？那怎么办？就这么干挨骂？不用管网上那些闲言碎语，厂里先开工，把货赶出来才是正经事儿。爸，网上不管，他们就会把脏水直接泼到厂里，到时候影响的就不只是我个人的名声了。看到视频了，顾宁，只要你把声明发了，我马上让人撤掉这些东西。声明内容呢？承认你昨天情绪失控，向我妈和小柔道歉。至于婚礼，我们可以往后推一推，等风。你觉得我会答应？你会的。西港那个单子我已经让人去问过了，他们未必敢为了你得罪我们裴家。裴泽川，你是不是觉得所有人都怕你？不是怕我，是现实。他这人怎么这么恶心？以前装的人模狗样，我还真以为他是个稳重靠谱的。呸！怪我当初只看见他对宁宁好，没看清他们家人的面面。爸，他以前也许真的好过，只是这点好，在江小柔面前根本不值一提。顾老板，网上的事我们也看到了，咱们合作讲究的是个稳定，你们现在闹成这样，我们领导有很大的顾虑。陈氏，网上的事都是误会，货的质量您绝对放心，我们都是按最高标准做的。质量是一回事，口碑是另一回事。我们西港卖的是高端礼盒，绝对不能沾上这种负面新闻。陈师傅，网上那些视频都是恶意剪辑的，根本不是真相。我不管过程，我只看结果。现在的舆论对你们很不利，这单子没法签。给我10分钟。我最多等10分钟。把裴家老宅昨天客厅的完整视频发到我箱。现在。你有监控？应该有。你哪来的监控？裴家能给你？这还不叫故意？这绿茶表演的也太假了！太欺负人了！明明是他先拿开水烫老厂长，就是网上只放顾小姐泼茶，怎么不放前面？这帮人心太黑了。我爸被烫在前，我泼茶在后，谁剪掉前面，谁心里有鬼。上的妆，风向变了，评论里全在给宁宁道歉，还有人追着问裴家为什么不放完整版。江小柔那个哭视频下面全都是骂她装可怜的。质量没问题，今天可以签。好，我这就签。
顾宁，你从哪儿弄来的裴家监控？怎么，视频是真的？你们不问江小柔为什么泼茶，先问我哪儿来的？你侵犯裴家隐私！你们剪视频网暴宁宁的时候怎么不说侵犯？现在倒想起来讲法了？嫂子，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我说了不是故意的，你非要让我被所有人骂吗？你被骂，是因为你做了。把视频删了，马上发声明是误会。不删呢？你就是西港派来的，我劝你们想清楚，跟顾家合作就是跟裴家过不去。一笔小单子，犯不着惹麻烦。你回去告诉你们领导，裴家不喜欢这家厂。陈师傅，合同签不签，你自己决定。他当然知道怎么决定。你什么意思？意思是我们领导说了，货好就签，至于谁不喜欢，跟我们没关系。不可能！江小姐，你认识我们领导？你怎么知道不可能？顾宁，你别得意，西港这单子救不了你们多久。那就不劳您操心。钱阿姨，回去告诉裴泽川，下次剪视频记得把监控源头也处理干净。你什么意思？你们裴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陪江小茹撒谎。监控是谁给你的？不重要。裴家老宅的监控不是外人能拿到的，所以你该回去查你们裴家人，而不是来问我。是我二叔。顾宁，你什么时候跟我二叔有联系？你脑子是不是脏的？别人帮宁宁就是跟他有见不得人的关系。回答我。裴泽川，你现在以什么身份问我？我是你未婚夫。婚礼取消了。我没同意。结婚需要2个人同意，取消只要我一个人清醒。你变了。对，他变聪明了。顾宁，你以前不会这么咄咄逼人。以前我给你留面子，你误以为那是我没脾气。小柔今天被骂得很厉害，她从小心里就脆弱，你把视频删了。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个？他已经知道错了。是泼茶的时候，还是剪视频的时候，还是带人堵厂门的时候？赌场门不是他做的。那是谁？你看，他也知道是谁。顾宁，我承认这几天事情失控了，但你有没有想过，最开始如果你不取消婚礼，就不会闹到今天。所以在你心里，错的还是我。非要这么理解？不是理解，是事实。二叔，你来这里做什么？顾老板，听说您腿烫伤了，这是我认识的老中医配的药，用不用您自己看，我只是送到。裴先生，谢谢。二叔，监控是你给他的？是。你为什么帮他？因为你们做的太难看，这是我们江家的事。你们把顾小姐和她父亲拖下水，就不是家事。爷爷知道吗？他现在应该知道了。顾小姐，裴家老宅的监控，我只给了你被泼茶那一段，别的东西我暂时没给。还有什么？你确定要在这里问？裴先生，既然您来了，不如把话说清楚。你马上带顾宁回老宅。爷爷，出什么事了？江小柔说她怀孕。怀孕？谁的？
他说孩子是你的，你马上给我滚回来！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孩子还能自己长出来不成？泽川，你自己惹的烂摊子，自己处理。二叔，真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我跟小柔从来没有发生过关系。哟，那她怀的是什么？你们裴家祖传的空气吗？姑娘，你信我？你让我信你，就像当初你信我爸没有收回馈，没有送礼一样。人呢？哑巴了，说话！你跟我回去，我要当着你的面把这件事问清楚。我为什么要回去？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我们。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算我求你，你不去，他们会逼我认下这个孩子。裴泽川，你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终于知道找我了。顾小姐，去不去由你，可有些话你亲耳听见，比事后听别人转述要清楚得多。宁宁，别去！江小柔那女人一肚子坏气儿，怀孕这种事儿她都能栽你头上，谁知道又憋着什么坏？我去。你疯了！我开车，你坐坐我的。不坐你的。我今天是开眼了，江小柔这上位的速度，不去唱大戏可惜了她这身段。他急了。急什么？监控视频出来以后，西港的合同我们签了，裴家拿断供威胁我的筹码也没那么管用了，他装可怜的路彻底走不通了。他手里没牌了，只能抛出一个裴家最在乎的东西——孩子。裴宏志最要面子，也最重血脉，只要她怀了裴泽川的孩子，泼茶的事都会被裴家强行盖过去。那如果孩子真是裴泽川的呢？那正好，彻底断干净。宁宁，我没有。泽川，你怎么能这么说？那天晚上你明明喝醉了，是你抱着我不肯放。哪天晚上？就是嫂子出差那晚。那晚我喝醉，是你送我回房，但我第二天醒来衣服都没脱。你喝断片了，当然不记得。真方便，什么都推给喝断片。到底有没有？没有。泽川，这照片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泽川哥，我不想逼你，我只是害怕嫂子现在这么讨厌我，如果嫁进了孩子怎么办？所以你想让我退出？嫂子，我没有资格求你，可孩子是无辜的。孩子无辜，顾宁就活该。你怀孕了不起，先证明还是谁再来哭。顾宁，这件事如果是真的，裴家会给你交代。什么交代？婚礼暂缓，等孩子的事儿查清楚。老爷子，您说的好像婚礼还在我这儿排队等号。你说话别这么冲！您未来孙子都有了，还管我冲不冲？宁宁，你相信我一次。检查单是真的吗？是真的，我今天上午刚去医院。怀孕6周。6周？6周前我正好在外地出差3天，就是那几天。江小柔，你撒谎！我为什么要拿孩子撒谎？泽川哥，你不想认可以直接说，别够了！顾宁，今天你也在，裴家不会赖账。如果孩子是泽川的，婚事就算了，裴家补偿你。你们把宁宁当什么？备用新娘？这是裴家的家事。那我可以走了。别走！松开！泽川哥，哥，我肚子疼。我真的没有骗你，泽川哥，孩子不能有没有爸爸。来人，快点叫人备车！赶紧送医院！
同周前男人不是裴泽川。哎呦，好疼！泽川哥，我肚子好疼。谁发的？等会儿。司机死哪儿去了？快点备车去医院！小柔要是有个散长短，我看谁担得起。既然要去医院，不如直接做个能证明孩子父亲的检查。可以。泽川哥，我现在肚子疼，医生说我绝对不能受刺激。检查孩子爹也算刺激，那你拿孩子逼人退婚的时候挺抗刺激啊！你给我闭嘴！您不是说裴家不会赖账吗？那就查清楚，孩子是谁的，谁认。爷爷，我害怕，我从小在陪葬，你想看着我长大，难道我会拿这种事儿骗你吗？小柔，你确定孩子是泽川的？我确定。江小柔，我再问你一次，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喝醉了，我扶你回房，你抱着我，叫我的名字。我叫的是谁？你说我抱着你，那我叫的是谁？你叫我。我喝醉以后从来不叫你小柔。哎呀，喝醉的人神志不清，说什么都有可能啊！我只连名带姓叫她江小柔。这算什么奇怪证据？那天晚上我确实喝醉了，但我记得一点，有人扶我回房，我把人推开了，因为他身上的香水味太重，我说了一句：“顾宁不用这个味道。”所以你拍了照片，照片是你他睡着拍的？不是这样的，泽川哥，你为什么宁愿相信顾，你也不相信我？因为你露馅了。就算照片有误会，孩子懂是真的，小柔一个女孩子，怎么可能拿清白撒谎？大嫂，女孩子3个字不是免死柴。程远，今天一直帮外人说话，到底什么意思？爸，查吧，查清楚，对裴家也好。去医院。我不去。小柔，我肚子疼，我怕路上出事。那就叫医生上门。联系医院。爷爷，你也不信我？泽川哥，连你也要逼我？如果孩子是我的，我认；如果不是，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们都欺负我！让人看着，别让他离开。你把他当犯人？他要是清白，怕什么？顾小姐，我叫季云深。消息是你发的？是。你是谁的人？现在算不上谁的人。以前我替江小柔办过事。为什么找我？因为他想把孩子赖到裴泽川头上，还想让我闭嘴。孩子是你的？不是。那你知道是谁的？6周前，江小柔在北都一家酒店住了3晚，跟他一起的男人是裴家的一个人。裴泽川？不是。是谁？你小叔裴明朗。裴泽川，好好看看你头顶的颜色。假的，这是合成的！碰什么碰？敢做不敢认，现在急着毁尸灭迹了！姑娘，你简直无法无天！为了掩饰你自己的过错，连这种下三滥的 P 图手段都用上了！你敢往我裴家长辈身上泼脏水！6周前，北都凯味酒店连住3晚，钱夫人需要我把酒店的监控和开房记录一并甩到你脸上吗？小叔，怎么会是他？泽川哥哥，你信我，我真的没有，是姑娘害我。来人，去后院把明朗叫过来。老二，你跟他瞎起什么哄？这摆明了是外人设的局。是不是局？当事人当面对质最清楚。去叫。
张特助，既然裴老爷子让你来旁听，那正好。证据确凿，江小柔肚里的孩子与我无关。我要裴家立刻发布公开声明，承认陷害，并向我顾宁、向顾家正式道歉。小叔，你说句话。我让你说话！这照片是不是假的？你告诉我是假的！既然明朗不说话，这事儿就不能稀里糊涂过去。我以裴家二叔的身份作保，这些证据当场封。从今天起，启动族内彻查。小柔，你这身子骨怎么受得了？大嫂，事情没查清楚之前，谁也不许碰他。大哥，明朗和江小柔的事，我准备启动族规彻查，你有什么意见？等我回来。管家，把所有人的手机收了。大哥回来之前，谁也不准踏出这扇门半步。是，二爷。念给他们听听。百年清誉，你们裴家的清誉是靠掩盖乱伦丑闻和欺压小爷爷维持的吗？钱夫人，季云深交给我的可不止那几张北都酒店的照片，这支录音笔里有江小柔和裴明商量如何把孩子栽赃给裴川的完整录音。你们猜，这份录音一旦依法提交，会处哪几条刑事条款？顾宁，算我求你，这件事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你把录音笔给我，我们私下协商，条件你随便开，别公开，我都答应你。你到现在还在算计得失，还在试图用钱买体面。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这是通知。3天为限，3天后仍无诚意，我将依法警方及行业正式提交全部证据，同时保留对相关责任人提起民事、刑事诉讼，谁也拦不住。大三，我劝你们仔细掂量掂量，这回可不是那几张订单就能压下去的。爸，这里太脏了，我们回家。好，回家。裴老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不知廉耻的东西，裴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顾宁，忍我教训过了，这出闹剧到此为止。1000万，分3次打进你父亲的工厂账户。另外，这是裴家未来10年的全部包装订单，只要签了字，顾家工厂这辈子都不用再愁销路。裴老先生，您拿钱砸谁呢？我女儿受的委屈不是买卖。条件只有一个，交出你手里所有的原始录音和照片，签下这份绝对保密协议。顾宁，做人要懂得见好就收，3天期限到了，你真以为凭你几句话就能掀翻整个裴家？只要你点头，今天下午裴明朗和江小肉就会被送上出国的飞机，我保证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你这是什么意思？嫌少？看来顾小姐是觉得诚意还不够直观，这10万直观。把那些照片、录音的原件和备份，现在就送进销毁。
只要碎纸机一停，裴家会立刻对外发布声明，江柔怀孕纯属私人医院的误诊。那天在裴家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家庭内部的误会，这对你、对裴家都是最体面的结局。裴老先生，你们裴家把黑的说成白的，还要我女儿亲手帮你们销毁证据。顾老板，我在和你女儿谈生意。裴老先生，既然是误会，何必拿出1000万来封我的口？既然问心无愧，又何必急着当场销毁证据？顾宁，见好就收。从我退婚那天起，裴家给过我见好就收的机会吗？江小柔上门泼热茶，你们留下了监控；你们伪造欠条堵我家的门，警局留下了报案魁证。裴家每一次想用权势压死我，都自己留下了把柄。现在想用钱买断这一切，晚了。裴老先生，你搞错了一件事。我要的从来不是交易，是裴家公开的道歉。顾宁，你知不知道裴在家裴能给你1000万，也能让你家那个破工厂明天就关门，不好？工厂关门，大不了从头再来。但裴家的丑闻要是见了报，裴老先生这辈子的心血怕是洗不干净。爸，送客。裴老先生，请吧。顾家庙小，容不下你们这尊大佛。年轻人，胃口太大，容易撑破肚皮。没有1000万免谈，你们裴家这桩丑闻，面子到底值多少钱？裴董心里有数。你放屁！我女儿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拿个 AI 合成的破烂玩意儿就想倒打一耙，裴红琛，你还要不要老脸？裴董，造假也该找个专业点的团队。是不是造假，警察说了算。录音第7秒，背景里有很清晰的论度汽笛声，那是沿海城市才有的动静。这2月我一直在本市跟进工厂的单子，连高铁都没坐过，哪来的海风吹进录音里？更何况，音频文件的底层创建日期，技术科一查就清楚。技术鉴定，你以为我会给你机会去查？你们干什么？私闯民宅啊！这份录音10分钟后就会出现在市局经查大队的桌上，罪名是商业敲诈勒索。你这是诬陷，警察不会只听你一面之词。警察查案需要时间，但我保证，在立案的同1秒，西港的采购部就会收到这录音，顾家工厂涉嫌还会不会收到你的包装？我给你12时，把江韶那破事里的原件据双手奉上，换我不去标案，一起起身败名裂。太欺负人了，他们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呀！爸，别慌，他越是急着用假证据咬人，越说明他怕了。宁宁，刚才他拿录音微信的话出录下来了，干得好。他想玩舆论战，我们就陪他玩到底。明朗，当着全家人的面，把昨天你跟我说的真相再原原本准说一遍。是顾宁教唆我的。小叔，你说什么？顾宁拿钱收买我，还拿我把柄威胁我，逼我当众承认和小茹有私情。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你放屁！明明是你们裴家自己做出的丑事儿。让他把话说完。孩子是泽川的。那天我临时赶去护士谈合同，压根儿不在家，人在外地。小柔后来哭着来找我，说那晚泽川喝得烂醉，不省人事。他扶泽川回房后出了差错，怀了孩子，他怕泽川不认，哭着求我顶下私情。我之前是被顾宁拿把柄要挟，才顺着他的话认了这档子破事儿。你疯了是不是？那天晚上我根本没碰他。
泽川哥，对不起，我本来死都不会说的，我怕影响你和顾小姐的婚事，才求小叔帮我顶包，我真的没想破坏你们啊。好一个恶毒的女人，自己留不住男人，就编造这种下作的谎言来泼我们裴家的脏水。裴董这招指鹿为马，真是让人大开眼界。12小时通牒还没到，您就急着逼人翻供了？事实俱在，容不得你狡辩。顾宁为报复退婚之仇，蓄意制造伪证，甚至企图敲诈勒索我裴家。敲诈？您那份伪造的录音，真以为能瞒天过海？来人，把这对居心叵测的妇女给我请出去！从今往后，顾家人敢踏入我裴家产业半步，直接打出去！别碰我爸，我们自己走。大哥，这事破绽百出，你这么急着赶人，是在掩盖什么？拦住老二！今天谁敢替他们说话，就是跟我作对！不要脸的穷酸户，想讹我们裴家钱，向我们裴家的钱，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过得越远越好。陈师傅早，试单的第一批货我们已经备好料了。小顾啊，这批货先停一停吧。出什么事了？今天一早，西法务收到了一份正式公函，上面盖着包装行业协会的公章，署名是裴家的钱玉帆。他写了什么？函件上说，顾建民工厂涉嫌恶性商业敲诈，目前正在接受内部调查。协会建议西港立刻暂停和你们的合作，并且要求对你们的工厂资质进行重新审核。我私下问过，裴家原来报的是恶性商业敲诈，还专门派人去协会施了压，逼着协会照这个措辞发函。他们是蓄意升级指控。小顾，你听我说，我个人绝对相信你和你爸的为人，但公函发到了法务公司的有何流程，在资质重审通过之前，试单必须暂时冻结。我理解您的难处，陈师傅，这事儿不怪你。你们赶紧去协会把事情弄清楚，不然这单子真保不住了。方晴，开车来接我，去行业协会。你们这儿谁负责发公函？凭什么给企业扣敲诈的帽子？你们是哪家企业的？大呼小叫什么？顾建民包装厂，顾宁。我来查一下今天早上发给西港集团那份公函，依据是什么？这是会长昨晚连夜下发的审核标准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协会将暂受理其一切物，并冻结其行业资质。钱玉芬举报的吧？他算老几啊？他一句话你们就改标准？请注意你的言辞，这是协会的统一规定。既然是统一规定，请把审核标准更新通知的全文拿给我看。我需要确实名举报的立案标准和调查程序。这份文件目前还在内部阶段，未对外正式公布，不能给你们看。没公布的标准就能直接用来发公函断企业的生路。我只是个办事的，上面怎么交代我怎么做。你们有意见自己找会长去。这帮人明摆着是穿一条裤子，钱玉帆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啊！不是穿一条裤子，是钱玉们动用了裴家的人脉，在对我们进行点对点封杀。那现在怎么办？工厂齐的料钱全砸进事停了，工厂的现金流撑不过这个月底。钱玉们，你是想从根子上彻底打垮我？你好，我是顾氏包装的负责人。昨天协会下了资质重审公函，我来领取正式的是标准文件。郑会长去外地学全批文鉴定，回去等通知吧。龚会长是昨天下午3点发出的，会长今天他重审通知就该有现成的标准明细。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你跟我一个前台较什么劲？下一个。好，我明天再来。站住！干什么的？我带了行业规定，协会有义务向受审企业公开鉴定负责人。什么律师函？我们只认出入证，没有预约，不能。我有合法申诉权，你们这是刻意阻挠企业正常申诉。少废话，无证人员请立刻离开，否则我们将报警处理。劝你识趣点，别逼我们走程序。你来一次，我们拦你。无权拒绝合法申诉。现在请你离开，再不走，后果自负。我找里面的人打听清楚了，郑维那老狐狸根本没出差，这几天天天从地下车库进出，就是为了躲你。今天必须堵到他。宁宁，郑会长，我只需要一份公平的审核标准。顾小姐，别白费力气了，协会有协会的规矩，
一切按新规办。新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不敢公开？开车。是老八的，但明摆着是受了裴家的指使。这顾家也是倒霉，得罪谁不好，非得罪裴家。可是我听秘书办的人说，那所谓的新规，注资资本门槛直接提高了3倍。这还不算绝的，新规里还加了一条，必须提供与裴家没有任何商业纠纷的书面证明。这不是明摆着量身定做的死胡同吗？裴家能给他们开证明？我需要你的帮忙。顾总，3家核心原料商全来电话了，口径出奇的一致，都要现款，还有24小时内清账，账面上还能动用多少？连上员工下个月的工资准备金满打满算，缺口还有80万，稳住车间，别让工人看出端倪。钱的事儿我去想办法。顾小姐，不是我不帮忙，你们工厂现在被行业协会卡着，属于关联企业涉诉的高风险状态。张经理，西港的试单只是暂时冻结，我们的生产线还在运转。二叔，是我小宁。厂里遇到点急事，想跟您周转。哎呦娘娘，不是二叔不借，你们惹的可是裴家，钱玉飞都把话渡到我们这些亲戚耳朵里了。喂，信号不好啊！明天一早拿去办抵押，加急的话，下午款就能到账。爸，那是你养老的房子。爸，这你别管，房子没了可以再买。厂子要是停了，你这阵子受的委屈就全白搭了。不行，裴家是想逼我们倾家荡产，我绝不拿那底线去赌。丫头，硬撑不是办法。我还有别的路，这房本您收好，我绝不动。顾老板，今天要是见不到现款，这车就堵死在这儿，你们谁也别想进出。爸，吴会计，去跟他们结账。你把厂房抵押了？你不肯用房本，我改押厂房了。你昨晚一个人去办的？你睡下了。我没惊动你，这么大的事你怎能瞒着我？卡里有20万，够结清外面的欠款，还能撑过这批试单。为什么不跟我商量？这是你半辈子的心血，一旦试单出问题，厂房被收走，我们就真的无所有了。厂子没了，大不了我回老家种地，但我顾建民的女儿不能被裴家那帮人踩在脚下作践。爸没多大本事，但只要我还一口气，就绝不接受裴家的施舍。咱们靠自己翻身。吴伯，现在外面都在封杀我们。别替你仔细些，当年行业大萧条，要不是你垫资拉了我们这几个老骨头一把，我们早破产了。老顾，这批平价原料是我们3家凑的，钱不着急，等你这批试单做成了再结。老吴，谢了。爸，谢谢你。这批试单我一定搏出一条生路。裴家欠我们的，我会连本带利讨回来。宁宁，有动静了，我搭上的外包审核原司员工小周刚发加密消息，他肯帮忙了。郑维那老狐狸平时吃拿卡纳，连底下人的季度奖金都敢扣。小周早憋着火呢，说今晚郑维在办公室加班，还准备找机会摸底。邮件来了，郑审核员，上次打过去的8万块查收了吧？收到了，收到了，裴太太您太客气了。顾家那个破工厂最近还在折腾单，你给我盯紧了。资质审核这块无论如何不能给他们过。您放心，只要有我在，顾建民的厂子连个钢印都别想盖上。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重谢。糟了，小周，大半夜的你在我办公室干什么？郑审员，您下午要的计审核报告我刚核对完，给您放桌上。放那儿吧，没乱我东西吧？没有，我这就走。顾小姐，原件都在里面，郑维差点撞见我，不能多待了。辛苦了，尾款方晴会打到你指定的账户。你们自己小心，郑维背后是裴家，不好惹。顾家那个破工厂
资质审核这块无论如何不能给他们过。怎么样，录到了吗？钱玉兰亲口认账，转8万封死我们审核。太好了，这下看那个老妖婆怎么狡辩。先别急，请问是市场监管局吗？我要正式举报一起商业贿赂，请问如何提交备案材料？你要先报监管局？取证要合规才站得住。备案完成。受理回都有了，证据铁板钉钉。郑维不过是外包棋子，裴家家欠的债该还了。3个月，整整23笔转账。钱玉芬为了卡子顾叔叔的工厂，还真是下了血本。他习惯了用钱和权势碾压别人，但这次他留下的痕迹太多了。只要这封邮件发出去，裴家那套只手遮天的马戏就彻底玩完了。发吧！这不仅是举报，这是顾家的反击。对，那个顾宁最近不太安分，你跟协会那边打个招呼，把顾家工厂的资质审核再往下压一压，最好直接打成不合格。我要让他知道，在北渡谁说了算。钱玉文女士，国安经侦，你涉嫌向行业协会负责人郑慧，请配合调查。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裴家的主母，谁给你们胆子闯进来？郑维的电脑和账本已在协会当场封存，你的中间人也已被控制，请吧。放开我！顾宁肯定是顾宁那个贱人，他敢阴我！宁宁赢了，协会那边大进展。郑维被带走后，新来的临时负责人直接签了字。你看，上面写清清楚楚，撤销之前针对我们工厂所有不合理审核要求，资质审核即刻重启。裴家现在自顾不暇，钱玉没被查，他们一时半会儿不敢再轻举妄动了。正式批文下来了，试单的冻结令彻底解除了。通知车间全线开工，西港的试单我们必须做得漂漂亮亮。顾总，这批试单的承重和印刷精度远超我们西港之前的备选方案，你们这工艺绝了！陈师傅，我们顾家做包装20年，靠的就是这手硬功夫。好，我这就向总监了数据，决定运明天亲自到场考察，顺便接收这批首发货。太好了，陈师傅，我们一定准时交货。爸，去联系货运站，今晚就把货装好，免得夜长梦多。顾老板，这一趟得加3倍，不加价，今晚的车出不了。合同都签好了，你们怎么能临时变卦？有人出了更高的价，让我们今晚别动，谁给钱多跑谁的，生意嘛。爸，别求他们，对手给的封口费够赔违约金吗？想清楚后果，滚！行，我看你们今晚怎么把这几万个盒子运出去。宁宁，这可怎么办？明天总监就来了。是技惊对手在暗中使外子。爸，大车不走，我们走小车，去租同城搬家的小型货车，化证者为0。好，我马上联系。出发，我亲自跟车押送。总监，这就是顾宁顾总。昨晚季中水手在物流上使绊子，他硬是连夜找了10几辆小车，自己跟车押过来的。不仅货好，人更有魄力。顾总，你的能力和韧性比这批完美样品更让我惊喜。西港需要的就是你这样靠得住的合作伙伴。西港给机会，顾家绝不掉垫子。顾总，试飞恩非常成功，这是3年长约，首批订单额翻倍，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老顾啊，之前是我们糊涂，你看这原料供应，咱们是不是再续上？各位，厂里现在满负荷运转，原料的事儿得按规矩排队了。
怎么开车的？顾小姐，看看这个。你调查我？干我们这行的总得留点底牌。顾小姐，当初我给你的那份证据只是个副本，原件在没错。江小柔和裴明阳的铁证，还有你和裴成远暗中联手的记录，完整的原件都在我这儿。开个价吧。500万现金。500？你胃口太大处。这红枝要是知道你和裴成远在背后搞鬼，你父亲刚签的西港长约还能保得住吗？500万买顾家太平很划算。季先生，勒索是刑事犯罪，这段对话我已全程录音留证。录音？你以为凭这个能把我怎样？我有个问题，既然你一开始就打算拿这个换钱，当初在裴家你为什么主动把刀递给我，帮我锁揭穿？知道省政省我把证透给你，是借你省事情闹大，保我自己的命。但现在局面变了，江小柔裴家乱了，我只需要捞一笔钱，彻底离开这。这是一个境外账户，3天时间，500万凑齐打进去。如果不给，那我就把原件卖给裴宏志。我假为了掩盖这桩丑闻，或者愿意出的价钱绝对不止500万。那我就等着警察上门找你。我的律师已经路上。3天，顾小姐，别让我等太久。刚解决个裴红尘，又来一个季云深。录音留好了，走法律途径。怎么，顾老板这么快就把5万凑齐了？500万不是小数目，我刚签了西港的长约，资金全压在产线上，给我5天时间，我把钱转到你指定的海外账户。5天？顾小姐，你当我是要饭的？最多3天，别跟我耍花样。否则裴宏志明天一早就会收到你和裴成远暗中联手的铁证。陈律师，我遭人敲诈勒索了，对方索要500万，以我隐私做威胁，必须立刻向警方正式报案。我知道，你帮我整理受害材料，明天陪我去警方立案，同步申请合法调取他的通话记录，他号码经常换，报案才是正途，警方能合法锁定他的真实行踪。好，我立刻准备相关文件。裴董的耐心有限，顾宁手里的原始证据，你到底什么时候能拿回来？急什么？顾宁那边已经被我逼到死角了，只要你们裴家的尾款一到账，原件我双手奉上，保证干净净。季先生，我们海外对冲基金对你里的筹码非常感兴趣，裴家内部的致命丑闻，加上裴成远联合外人对付亲大哥的铁证，只要这些东西曝光，足够你们在二级市场做空裴家价，狠狠捞一笔，一口价500万美金。买断。原来是两头吃，不仅敲诈我，还勾结境外资本做空国内产业。季云深，你的胃口太大了。说，裴先生，计划有变。季云深不仅拿我们的联系记录敲诈秘书，甚至正在境外喷基金接触，准备卖出做空裴家。他想把我们所有人都当成提款机，我们必须联手反制，不能让他活着把这东西带出境。我找的工程师已经潜入了季云深昨天用过的公共 WiFi 节点，他反侦查意识很强，但只要连过网，就一定会留下痕迹。裴家还真是舍得下本钱，20万定金已经打到他账上了。条件是什么？承诺3天内偷回我手里的原始证据，并且彻底销毁云端备份。他要的不仅是裴家的钱，你看这里。一旦裴家丑闻引爆，股价暴跌，基金将通过杠杆做空获利数亿。季云是要求抽成两头吃，拿裴家的钱销毁证据，又拿证据去境外资本那里换做空的筹码。他想把裴家彻底掏空。针对我爸的工厂和西港项目的做空评估报告，境外资本已经把你当成了必须清除的绊脚石，只要你还在，裴家的丑闻就随时可能失控，他们做空的计划就会有变数。证据已经固定，他既然想玩这么大，我们就让他一无所有。准备收网。
你好，我被2辆摩托跟踪逼停，位置在，请速派人来处置。指纹留着，一条都跑不掉。想用恐吓逼我退步，这些会成为呈堂证供。顾宁女士，我是市刑侦支队方建国。我是。今早6点，我们在西郊盘山公路下方发现具男尸。经核实，死者昨晚曾参与打死你的车辆。更重要的是，他死前拨出的最后电话是你的号码，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协助到调查。配合调查前，能先接个电话吗？1分钟。顾总，出大事了！今天一早，好几家财经媒体收到匿名邮件，你涉嫌报复杀人。现在裴宏志到处在行业群里散布流言，说西港的订单要黄，厂里人心惶惶。第2批订单，我只能先让大家停工了。陈师傅，稳住工人，告诉大家带薪休假1天。外面的流言不用管，我会处理。季云深比我想象的快，方队，我们走。你们搞错了吧？昨晚是我们被砸车，我们才是受害者。他一整晚都在家，怎么可能去杀人？方晴，速联系律师来刑侦队，盯紧工厂那边的动静。顾总，我来了，别主动开口，有我在。我有证据，你配合。昨晚11点40分，死者坠崖。11点35分，你的手机有和他有过长达2分钟的通话记录。昨晚10点。我的车在喊他们砸窗警告，我没有追击，直接开车回了小区。至于通话记录，我昨晚根本没有接到过这个号码的电话。电信局的基站数据不会说谎，数据可以伪造，或者通过虚拟号码呼叫转移。方队列会蠢到用自己的实名手机给他打电话吗？这是我车上行车记录里的云娟备份，记录了昨晚被砸去的车的全机监控。昨晚10点半我进家门后，直到今天早上你们来敲门，我半步都没有离开过。方队，证据已悉数提交，请依法核实，依程序处理。顾宁，依法初步核实结果已出，小区监控确认你昨晚有不在场证明，技术科溯源已查明，通话境外服务器篡改伪造。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栽赃，有人想用命案把我拖死，好掩盖他自己的罪行。综合现有证据，我队依法变更强记戳失，对你取保好人，请签字确认。请同步出具取保好神得定书。我配合。取保好神期间不得离开本市，随时保称讯通讯成，案子仍在侦办。明白，辛苦方队。你没事吧？他没为难你吧？现在网上是你涉嫌命案下脚新闻，西控这档党那边也打电话问问情况了。我没事。季云深这是狗擒强了，想用一条人命把我按死在警局，他好趁机带着证据跑路。这王八蛋太阴了，我们现在怎么办？他既然敢把事情闹大，就别怪我掀他的底牌。回公司，必须在今天之内把季云深彻底了断，否则死的就是我们。这都第3次改地点了，季云深的老狐狸是不是察觉到什么了？城东绕到城西，现在又指明来这破拆迁区。他不是察觉多疑，100万买他手里的全部备份，这个诱饵足够大，他舍不得放，但又到了，按计划行事。记住，进去之后不管他说什么，你都别冲动。放心，我今天就是个哑巴保镖。顾小姐胆子挺大，真就带了一个闺蜜来赴约。100万带来了吗？钱在车上，我要先看东西。季云深，警方已经传唤过我了，耗不起。你把份交出来，钱立刻转你。当初你多管裴家的闲事，现在知道烫手了。那个坠楼的混混根本跟我没关系，那些通话记录是有人动过手脚的。死人的事儿跟我说什么用？你只需要想清楚，证据在谁手里比什么都重要。你在那些记录上做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钱到账，东西自然给你。这笔买卖很简单。季先生，时间有限，尽快结束。你们这么急，是还有别的事要赶？与你无关。别废话了，拿钱来。警方的技术组盯得很紧，你藏的那些东西迟早会被挖出来。顾宁，你现在是背着嫌疑的人，少操这份心。除了拿钱封我的口，你还有别的路吗？你今天来只是为了谈钱吗？我只是想把该记下的都记下来。你录音了，把他手表给我抢过来。
我看谁敢动！线索已经够了，先把人控制住，细节留给审讯。各小组注意，立刻收网，一只苍蝇也别放出去。你他妈炸我！把东西给我！你敢动他？放钱！警察，全部双手抱头！警察，全部双手抱头！方队，音频我已经截取好了，前半段是他亲口承认直混行凶致其坠楼病灾的录音，这份作为刑事案据我证实。那后半段呢？后半段涉及境外资本做空本土企业的核心商业机密。按照程序，我申请密封存档，暂不公开。可以，符合规定，带走。这什么情况？昨天踩点还好好的。顾小姐，消防和工商临时联合检查，场内电源已经全掐了，这发布会今天是办不成了。裴董让我带句话，只要你现在上车回家，裴家可以满足你一切条件。顾建民的厂子明天就能拿到全款。回去告诉裴宏志，他越是费心心机舞开子，我越要把他掀个底朝天。方晴，启动备用方案。2车3车，把设备卸到东侧草坪，动作快！既然裴家连一个大门都不敢让我们进，那我们就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把账算清楚。这是江小柔伪造我父亲工厂欠条的完整监控。陈师傅，你孙子还在上幼儿园吧？只要你咬死是顾建民用劣质材料，这笔钱就是你的。这是钱玉芬威逼利诱核心记事人作伪证的录音。是裴家指使我干的，他们让我把那起事故嫁祸给顾宁。你这是恶意诽谤，侵犯商业机密，马上关掉！滚开！这是犯罪铁证，不是你们裴家能一手遮天的遮羞布。证据早已提交经侦支队，并获立案。你们涉嫌是伪造商业票据、妨碍作证及多起经济犯罪，现在依法对进行传唤，请配合调查。不，你们搞错了，我是裴家的太太，你们敢抓我？宁宁，通报稿，前往通报。念，江小柔涉嫌诬告陷害诈骗，已被刑事留押；裴明明涉嫌洪文基伪证另案收押，还有裴宏志和钱玉芬因为行贿和妨害作证，现在被举报好沉了。裴泽川呢？他也没跑掉，涉嫌威胁证人、包庇共犯，已被正式逮捕，羁押候整。裴家这回算是彻底塌房了，连底裤都没剩。恶人自有天收，但法律的流程还得走完。走吧，律师在法院等我们了。本院依法判决如下。怎么样？素彩庭那边怎么说？解除了，索赔也全额支持。从今天起，我和裴泽川和裴家再也没有半点关系。太好了，这3年你总算熬愁了。妈，我没让任何人踩在咱们的尊严上。走，回厂里，还有一堆活的等着呢。大家记住，西港的单子质量是底线，
每一个包装和折角封胶都必须严格按照我刚才演示的标准来。明白了。我们不拼价格，只拼硬实力，听明白吗？顾总，顾老爹，大快人心的新闻来了！裴家那些烂账全被查出来了，资金链彻底断裂，现在连老宅都快保不住了。别人的楼塌了，那是他们根基不正，咱们的楼得一砖一瓦自己盖。宁宁，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爸，咱家的厂往后只由咱自己说了算。